潜水员说，在最拐点的时候中间有条鱼。同时我已经感受不到饥饿，想想看，饿死好像挺惨的。我开始出现了幻觉，感觉就是眼前有一整片绿色的，像极光一样的这个光线。就是我的右边是有一个大蜘蛛，我就意识到这肯定是幻觉，可能是死亡之前的征兆。我一直在参悟什么到底是死亡，然后人死了之后要去干嘛？72个小时多，72个小时还活着，还活着吗？我的天哪！出来科考的第7天，和前几天不同，这个洞需要用水肺潜水。周家俊约了几位专业潜水的朋友，带着装备过来和我们会合。我没学过这种潜水方式，所以这次我只能在上面辅助他们。在他们最后一潜下去之后，经历了生死救援。被救出洞的第3天，我用采访的方式尝试还原他们被困在洞穴里的73个小时。哎呀，我都以为见不到你们了。当时我们其实已经拍摄完了，然后我检查了周世鹏的那个气量，大概是100巴的样子。因为这个地方是个洞穴环境嘛，我想基本上只有一半的这个气量的话，我们就折返回。结果在返回的过程中，突然有一段，能见度下降了。之后我又看不到它的这个灯光，因为在水下是漆黑一片的嘛。我们在掉头回去的时候，突然间我的潜水照明设备发生了故障，它由之前的常亮状态突然变成了闪烁灯光状态。等我回过神之后，我就发现周家俊他已经不见了，就找不到他。能见度又很差，这个时候我就往深处去游，去寻找一个能见度好的位置，然后再去等他。我内心其实是非常非常慌张的，我发现他还没有回来找我，那个时候我就慌张了，我当时就想说，那我就做紧急上升。结果在上升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的头顶是密封的，顶上是一个洞壁，没有办法直接升到水面。这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慌了，是一个恐慌潜水员了。当时我是没有光源的，我就一边摸我左边是一个泥巴的斜坡，右边是一个非常光滑的石壁，但是它上面是封闭的状态。我的这个气量已经很少了，大概只有30巴，也就是接近要耗尽的这个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任何办法，我只能迅速的上升。然后又垂直上升了一段时间，我的头就突然撞到了一个岩壁。那撞到这个岩壁之后，我用手往外摸，发现它是一个屋檐的状态。然后我又继续往外扒，用脚蹬了一下墙，然后我出去继续往上升。于是我就来到了一个大洞厅。但是不幸的是呢，我没有到洞厅外面，我没有到那个大的洞厅开放水面，而是进入了一个大概100平方米这么一个范围的一个气室。然后当时我就想，那没有办法了，我已经没有自救的办法了，我只能想办法等待人来救援。他们潜下去以后，我在上面一直等，然后等了一段时间，我问潜水员，我说他们这个一罐气能用多久？潜水员告诉我说大概能用个1个来小时。然后我等到1个半小时，他们还是没上来。那我说不行，咱们还是要进去找一下，因为他们潜水员换装备需要时间。我就从车里面拿了充气船，里面一个洞厅，它类似一个椭圆形的，最里面是一个小裂缝。这个小裂缝我划船进不去，我就在这个裂缝喊他们名字也没回应。那个时候也想过，就是在这边会怎么死。第一个想到的是饿死，想想看，饿死好像挺惨的啊，有水有空气。基本上就不会渴死，也不会憋死。就在我划船准备返回的时候，我突然间听到岩壁传来类似气瓶敲击岩壁的声音。我当时就想到，他们肯定是被困了，然后用这种方式给我们传递信号。然后我就用我带的手电筒，用手电筒敲击岩壁，但是我感觉这个手电筒敲击岩壁的这个声音不够大，我就赶紧划船出去。重新到车里面拿我探洞锤敲击的时候，我就听到里面有回音，比如说我敲击3次，
里面它就回应3次，我敲击2次，它就回应2次。当时比较兴奋，我就感觉他们虽然是被困了，但是就说明他们还活着。等到找到这么一个相对合适的，能够把自己身体露出水面的这个位置了之后，我突然听到有那种砰砰砰的声音，就好像是有一个人在敲打石头的那种声音。我当时就想，一定是外头的，就是队友发现了我们就是失联了，过来寻找我们发出的信号。这个时候我非常的兴奋，我就拿起那个潜水的这个空气瓶，使劲的往墙上砸。我就用这个锤子一直沿这个椭圆形的这个洞厅去敲击岩壁，我就想找到哪个地方传出来的声音最大。但是我感觉他们待的地方应该不是太好，因为他这个敲击的声音，它不是一直敲，它只是偶尔的敲击几下。在我敲击岩壁的时候，然后他们2个潜水装备已经换好了，已经游进来了，然后他们就进去搜索。那再过了1-2个小时左右，我就看到有人从水面下去游过去了，从我所在的洞厅下面游过去，因为他在下面游，他的光打在下面其实很泛，我的那个整个水潭就会变亮。我就看到他了，我就赶紧从我落脚点的那个斜坡，然后跳到水面里面游过去，移到他游过去的那个路径的上方，大概这个距离大概有个10米左右。我就游过去，我就使劲的拍打水面，然后试图引起他的注意，但是我发现他其实完全听不到上面的动静，因为通过光源判断，我觉得他的距离应该距离我还是蛮远的，大概有个10米。我当时其实是比较担心，就是他会来找我，但他会不会就是不会就只在水下走，他不会往上面看，他以为上面就完全是一个封闭的状态，不是一个大的洞厅的。那我就是我把我随身携的一个运动相机给拆开，把运动相机从他经过的那个路线的大致范围给他丢下去。我想让他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知道，哦，上面是有人的。有没有听到别的信号？其实第一次我没有听到特别明显，就是我判断认为是信号的声音，因为我的洞厅环境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就是它的洞厅很大，然后它有很大的滴水声音，这个声音会在洞厅里面进行一个回荡。他们2个在里面潜水，寻找了大概有个1个来小时，然后浮出水面，告诉我说下面没什么发现。出动以后，我们就商量救援方案。毕竟他们是专业的潜水员，而且是广西本地的。最后我们得出来方案就是，我们还是先报警，因为他们知道广西百色本地的特警，他们是具备洞穴潜水救援能力的。然后我就划船进去，继续去敲击岩壁。然后他们2个潜水员又换上了新的气瓶，再进行第2次搜救。这也是我划船进去的第3次。我第3次划船进去，全程是没有听到声音的。我当时心里也没底，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毕竟我刚开始进去敲还有声音，我怎么这次进去敲就没声音了？有一段时间是有一点失温的这种症状的，就是我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幻觉，我的那个眼前就是发出了。感觉就是眼前有一整片绿色的像极光一样的这个光线，我一开始以为是救援人员的那个灯光出现了，就是那种很微弱的那种灯光出现了，透过这个水射上来是绿颜色的。但直到我发现我不管睁开眼睛还是闭上眼睛，眼前的这个绿光都是一模一样的，我就意识到这肯定是幻觉。那你找的地方就是我说是洞口的地方，对，就是那个地方。接度非常快。我发现泡在水里面不行，哪怕我的胸口暴露在水上之后，下半身表面积还是太大了，还是会丧失非常多的热量，一定得想办法把这个腿也离开水面。后来我在做了很多尝试之后，我发现在一个石墙的狭缝处，我可以不是很稳的
把气瓶给卡在那个匣缝里头，卡在那个匣缝里头之后，它这个气瓶就露出水面，大概有个30公分。它气瓶底部是圆的、平的，我就可以坐到这个气瓶的底部，然后尽可能的把我的这个大腿都给露出水面。最早到场的就是当地的派出所，然后是消防他把灯光给架起来，把全部打亮，然后水域救援，还有摆设的他们的这个潜水救援队过来。当时你有没有看电脑表，环境温度还有水下温度有多少度？有，它那个水下温度是21度，然后水面上的温度应该是23到24度的样子。我那个5毫米的湿在23到24度的空气这个气温条件下是绝对是可以保证我的这个体温的，甚至我都会觉得热。然后剩下的就是时间等待。对，等他们准备工作做完以后，然后他们先带我进去，我告诉他们大概这个位置从里面传出来的信号是最明显的，他们就准备从这个地方先进去搜索。我在真正的看到了就是这个救援队发出微弱光了之后，我那个时候就使劲的去发出声音，但这个时候因为我已经坐在气瓶上了，我没有办法用气瓶去撞击墙壁，这种办法是我把我的那个摄影装备，我就把那个灯臂给卸下来，然后不停的用这个灯臂去敲打我的气瓶。水下的这个救援人员很快就听到了我的这个敲击的声音，然后慢慢的我就看到那个光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直到这个气泡出现在我面前，他们就上浮到我面前。他们摘下调节器就跟我沟通的第一句话是问我怎么只有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慌，肾上腺素可能就一下子飙升了。我就跟潜水员说，那个你们赶紧就是在这边把那个线拉到这边做个记号就好了，然后不用这么快把我救出去，先去赶紧去在边上搜寻其他的这个受困人员。我其实是在第2次看到灯光从下面游过去救援的时候，我是听到了明确的信号的声音，因为它的声音非常规律，是这样的：当当当，空，当当当，空，当当当。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知道，也许我的旁边有人，也许搜救队就在我的旁边。我就拿气瓶开始撞击这个墙壁，我就一直撞，一直撞，一直撞。但是我在撞击完之后，这个声音同时它会对我进行一个回应。我其实当时是内心就是这个声音，其实又重新给了我一些信息。就即使这个潜水员、搜救员他没有发现我，但是这个声音其实是给了我很大的一个信息。我知道这个声音在回应我，我知道我附近就有人。我那个动静特别大，我敲击我必须发生在水里面，我整个人要泡在水里面，然后我拿那个气瓶对墙进行一个撞击。那其实当时已经来到了第1天，我其实是感觉到非常的饥饿，然后也有点疲惫。我不想在水里面待很长时间，因为我担心会造成可能的失温。在间隔一段时间以后，很快周家俊就被救援人员给救了出来。那同时里面传出来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在救周家俊出来的时候，他们听到洞道的另外一个方向也传出了敲击声。另外一边呢还没找到，但是潜水员说在最低拐点的时候听见有敲瓶声音。那这个时候就包括救援人员。那当时我们信心是最足的时候，那我们就准备了2份食物，包括2份救生毯，然后还为他们煮了姜茶。当时我们心里想的就是，那周家俊这么容易就被救了出来，那周世鹏应该很快就出来了。不管我当时看起来状态怎么样，一定要让我去医院去检查一下。后来就到了医院，没有什么大碍之后，我就赶紧回到宾馆，换上干的衣服，之后又立即到了现场。在离开宾馆的时候，我还带了块浴巾。我带了浴巾，我就是觉得上水了之后身上湿湿的太冷了，能够给它擦一擦，让它能够暖和一点。但结果就是到了现场之后，就一直没有再发现，当时其实我们没有勇气把这个消息告诉周世鹏的家人，还是通过
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家人开始不敢相信，以为是诈骗，还是把我的手机号码给了他们。然后周世鹏的姐姐打电话给我，我向周世鹏的姐姐描述了这边的情况。通知家属以后，下一步就是用声呐搜索。好在声呐搜索一无所获，因为如果说声呐找到了，那基本上就已经遇难了。同时那个时候，我的朋友韦博，他也联系了我，告诉他正在过来的路上，因为这边百色这边这些特警都是他训练的，是他的学生，他也受邀过来一起参与搜救。我也是当时是非常的感谢他，然后希望他一定要把我的这个同行的学生给他救出来，把周世鹏给救出来。但是当天是天气条件最差的时候，雨越下越大，水也是越来越浑浊。这次的搜索一直持续到凌晨12点多钟。潜水人员他们身体已经到达了极限，不得不暂停休息。然后又过了一会，周世鹏的爸爸赶到了现场。其实我们当时很难面对周世鹏的父亲，因为我们都是一起出来的。现在周世鹏被困在里面，我们把当天的救援情况告诉了他父亲，然后他父亲说，既然大家都这么累了，还是先休息吧，你们就是先该回宾馆回宾馆，然后他爸爸要留在现场。我也跟周爸爸说了，我要回一下宾馆，把他的那些东西给处理好，这样子的话他出来了之后还能继续的去做这方面的科研这些材料都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来收集的不能浪费了。本来我也是有2个小时可能可以睡的，反正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就是他在水里头抽搐挣扎的那种画面。在我看到2次灯光，并且我错过了2次灯光之后，我失去了时间。我当时内心估算的时间就是已经来到了第4天或者第5天，我都已经知道时间很久了。然后同时我丧失了所有的光源，我内心是非常非常的慌张，同时我已经感受不到饥饿。我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我在整个冬学期间状态最差的时候。那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开始出现了幻觉。那我的幻觉是能够具现到具体的事物的，就是我的右边是有一个大蜘蛛，尽管它通体乌黑，它的眼睛是黑的，但是我能够看到它在黑暗中注视着我。然后那个蜘蛛的后面是那种奇形怪状的石头，并且它是会一直在发生变化，一会儿凸起，然后一会儿收回，一会儿左边凸起，一会儿右边凸起收回，最中心是有一个白色的光圈，然后由远及近，由远及近，就是这样的一个幻觉。那出现这样幻觉，我没有办法去躲避这个幻觉，因为我无论是闭眼还是睁眼，我都是一个黑暗的环境，这个幻觉始终在我眼前。我当时其实是非常慌张，非常慌张的，因为我当时都以为这个是就是可能是死亡之前的征兆。真的，我当时特别的慌张，我就把我的头给埋在泥巴里面，然后把鼻孔和嘴巴露出来，足够我的呼吸。就这样，我就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自己睡着了。睡醒完之后，虽然我还能够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但是这个蜘蛛已经消失了。然后我其实对于这个幻觉的恐惧已经是减少了很多很多很多。可能上游集水区的地表水也进入了这个洞穴里头，能见度变大了然后韦教练跟我沟通说，这个往上层搜索的难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能见度非常的低，就是很难去排查这些，把这些气室一个不漏的排查掉的难度非常非常大。救援人员他们长时间潜水，身体是需要排氮的，是需要时间，设备也要检修，所以这次的休息时间比较久。那这个时候其实最无奈的就是周世鹏的父亲，然后他的父亲在火堆旁边不断的给救援人员给他们烤衣服，不断的翻面，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这个时候已经过了48个小时，
我们的信心在不断下降，但是还是在期待奇迹的出现。我中间有过一次最极端的心理状态，就是我在我自己躺的那个坑继续往上面，我用脚又踩出了一个长狭形的坑，就是其实我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我在上方就这样做了一个坑，然后我又回去带着睡觉，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真的是感觉特别痛苦，我觉得我每次睡醒下去喝水这件事情都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我当时最极端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爬到我所在那个洞厅的上方，然后头朝下的坠下去，这样会不会就是更快一点呢？我当时脑海中这个想法已经出现了过很多次，但是我没有执行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趴在自己的窝里面更舒服一点。中间我就一直因为没事干嘛，我就喊我自己的父母，我就喊爸妈，然后喊我身边所有朋友的名字，我就把他们名字喊了。然后我喊名字的同时，我就去回忆，就是他的长相，然后去回忆，就是我跟他之间就是那些比较重要的时刻，然后让我记忆很深的时刻，就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一段回忆其实是，对于我在整个过程中的心态调整，其实是起到了一个非常正向的作用。真的就是这样，我觉得，尽管是我在喊他们的名字，但我觉得可能是他们给了我力量。就是刚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下去喝水的时候，我发现水位不知道为什么下降了，我就对自己说：“周世鹏，你一定要坚持，你一定要坚持。外面的人已经采取各种各样的搜救措施了，他们已经开始抽水了。你要做的就只有一件事情：喝水，活下去，等待他们把水抽干，你就从这个洞里面爬出去都可以。”但其实我当时已经，如果用一个理智状态来思考的话，就是这个水根本你就抽不干，因为它是和地下河相连的，你怎么抽也抽不干。但是我当时这样做就是给我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就我要活下去，外面的人在救我，给我自己一个活下去的希望。第3天的上午，在宾馆里面，可以说是整个救援事件中间我们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我的房间在周世鹏的隔壁，我早上就听到周世鹏的爸爸在给他收拾东西，然后我就听到他爸爸情绪失控的声音。我是实在没有勇气去安慰他，我更害怕看到他爸爸的双眼。我在我的房间里面打开手机相册，然后看到我拍的我们进洞之前周世鹏吃的最后一碗粉。中间有一段过程，我一直在参悟什么到底是死亡，然后人死了之后要去干嘛。其实我说句实在话，我到被救援前的一段时间，我的内心其实感觉都已经对情感方面已经有点封闭了，就是我没有去想，就是说活着怎么样，或者死怎么样了。就是那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内心特别的平静，所以我可能就是没有对那种，既没有对生有向往，又没有对死有概念，然后就是处在一个这样一个很悬很空的一个状态，那个状态里面。虚无状态以后就感觉不到饥饿了吗？对，感觉不到饥饿了，就是他肚子虽然会咕咕叫，但是已经没有咕咕叫那种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胃部撕裂的感觉。因为一开始我感觉到饥饿是整个腹部有那种撕裂感，就是那种很饿的状态，就很想吃东西。我有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已经浮现了，就是那种因为我当天早餐吃了一个绿茶饼，我那个绿茶饼都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了，然后我很想吃东西，但是后来就是到那个感受不到饥饿的状态的时候，它虽然肚子还会有那种气泡在冒还是怎么样的咕咕叫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已经没有感觉了，然后并且我已经没有想喝水的欲望，我知道我的嘴巴很干，然后我的脸很干，但是已经没有喝水的欲望了。我听到周叔叔走过以后，我来到隔壁房间，
和周家俊还有刘亚伟聊天。当时比较担心周家俊，怕他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因为我感觉他的内心多少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一直在自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他。我当时就说，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洞里面？我们不是为了个人体验，也不是为了去寻找刺激，因为我们都有同样的热爱，才能走到一起。包括周世鹏，他对这个洞也不是说非来不可，他就是想要到这个洞里面去观察这些洞穴生物的习性，他们在原生环境的生活状态，就是为了这份热爱。当时我问刘亚伟，我说假如周世鹏出不来了，出了意外，那以后这个洞穴鱼还要继续做下去吗？当时刘亚伟非常明确的回答，不仅要给做下去，还要给做得更好。然后我也想到了就泰国那个救援的那次事件，其中就是被救出来的有一个足球队长，当时被救出来的时候也就10几岁，后来他自杀了。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突然间就有一点理解他的这个行为，因为我也就是觉得自己非常非常有负罪感。周世鹏他是信任我才跟在我身后，按照我行进的这个方向来潜水的，是我把他带入了险境。现在我被救出来了，在外头苟活着，他可能已经哪怕没有失去生命，他也在里头困了几十个小时了，又冷又饿，遭受的这种煎熬，而且我还不知道他是不是怕黑，他是不是害怕这些东西，他是不是就是心理上面会不会承受不了。我就觉得自己这条命，就不知道，我就在想，如果说他最终真的出不来的话，会不会我也活不下去？在那种虚无的状态到搜救人员找到你，这个中间是什么样的过程？这个中间我的心态都一直很平静，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当时的一个主旋律，大致思想主旋律吧，就是说你救了我就活，你不救那我就上去躺我自己挖好的那个坑里面。我内心的想法就是这样，然后就这种想法已经很少了，这只是说一个思想主旋律了，就是很平静。然后后来我就看到那个光来了，就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像第一次第二次就是那么慌张，因为我在之前就跟我看到第三次做了一个心理上的预案。这个预案就是说我看到我首先从这个岸上跳到水里面，然后就是要用跳，而不是跑到岸边然后再进入水里面，是跳，尽可能让这个水温波动变大一点。那接下来游到那里面，把我的先向下打那个手电，但其实那个后面我发现那个手电它的光已经很弱了，打出来效果很不好。那我就用手电把它掷向水面，一定要是掷向水面，造成较大的声音。那第三个就是说，我要把头潜入水下的方式让他们看到我。我当时已经在心里制定了一个这样的自救计划，然后我在看到水下有光的时候，我就是完全机械的按照这个去执行，就是1步2步第3步去执行。救到我之后，我们俩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其实一直很惊讶我为什么如此的冷静，我的状态保持得非常好，然后为什么如此的冷静，他也是非常的惊讶。这个过程中你有很多空闲时间，有没有对自己的人生对你做的事情有过否定？应该说我对我的人生，我对我做的这些不管是爱好还是科研方面的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做过否定。
我觉得如果这次遇险只是我一个人遇险的话，这些东西都是值得的，哪怕我死了，也不是很有所谓，只是一个人的生命而已。没有就是一代一代人的这种前赴后继的话，科学是没有办法发展，没有真正的去深入这个第一现场去积累的这些数据是不准确、不详实的。我对我做的这些事情，我完全不后悔。我唯一后悔的就是搭上了别人去受这份苦难。说实话，我在那个洞穴，包括我到被困，我从来没有对我所做的事情有过后悔。而且我也对我自己去潜这个洞没有任何后悔。我后悔的就是我为什么和我的潜伴走失的过程中我不在那里，我应该要在那里多待一会儿时间。然后你到了医院见到了周世鹏。对，我到了医院见到周世鹏，那个时候他还在躺在那个救护车上，然后我就在叫他名字，他听出我声音了嘛。他给我的第一句话居然是跟我说：“黑鱼，我在洞里头看到金线疤了，看到洞穴鱼了。”同学，神啊你是！鱼，你洞里有金线疤？这些我看到没有？两个人能不能？你太棒了！牛逼了，老子才成了10个钟头，不是我跟你讲，70个钟头。我跟你讲，你有多经典，你知道吗？你待会再讲，待会再讲，这么讲。他跟我说的这第一句话，不是埋怨，不是责怪，而是告诉我他的发现。就感觉我跟他还是很像，就是这么两个疯子。对于自己就是想探索的这些未知，过于的执着。虚无状态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就是这段过程不仅是在我洞里保持了，就是我在出洞的时候，我觉得他还存留了一段时间。他把我带出来，他在水面上的时候，我们就通过无线对讲机跟我的父亲进行了对话。我在听到我老爸的声音的时候，我也是非常平静的。真正让我有感情变化的过程中，让我觉得我自己是真实活着的。就是我在第二天中午出院的时候，我在楼下就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粉店铺里面，然后点了份就是真的味道不算好吃的那个鲜肉意面。我在吃第一口，那个面到我嘴巴里面，那个咸味和酸味在我口腔里面那个胃里炸开的那一瞬间，我的眼睛一下就酸掉了，我就知道我一定是活着的。就是我真正的有这种情感的时候，就是发生在我吃的那第一口面的时候。之后我吃完之后，我就立马看向我老爸就在我旁边，就我老爸就是他这几天就头发都已经白的特别多，我那个时候我才感觉到心酸，我感觉到因为我的疏忽给我的家人跟我的朋友带来了多大的辛苦，以及让他们承受了多大的心理上的煎熬与痛苦。那你在洞穴里面一个人待着的时候，然后在唱歌，然后为自己打气，你当时唱的什么歌？能再重复一下吗？我当时在我唱了国歌，我当时想到的是国家，然后我也没有几首歌能完整唱下来的，那国歌肯定是其中一首，就还是很鼓舞人心的。然后还有一首是闽南语的歌《爱拼才会赢》，就是虽然说我不会闽南语，但是我试着去学了这首歌，然后它也就是体现了一种那种拼搏不放弃的这种精神，也能给自己打个气。三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还活着吗？阿家的娘，只有面晚餐，只是路边有面晚餐。没事。那同是去希望，迷里最茫茫，不分裸体青就稻草人。不好意思。
人生何必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叫天公来行。三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就一下子压力就释放了。我给老天磕了3个响头，感谢。你是一个无神论者。对，以前我感觉你不会相信这些。对，我不相信这个，但是我还是感谢，那个时候还是想到感谢老天，感谢周家列祖列宗。然后就是，其实我应该更感谢党，感谢国家。就反正那个时候真的是想把所有能谢的人都给他谢一拳，不然的话，我可能会觉得自己一辈子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杀人犯，一辈子都生活在这个阴影里头，永远走不出去的。我从那一刻开始，我的这个生命才真正的获得了重生，我才真正的变成了一个好好活着的人，而不是一个活死人。